嗨，我是 Ben。那现在的时间是11点半，然后是2026年的3月13，礼拜五的晚上11点半。那今天要来聊，我最近在看的日剧，对，日本的连续剧，日本的哆啦 A 对，然后是叫做教场，它的它是汉字，然后叫教场，然后日文的发音叫做 Q 九 Q 九，然后原本是小说，但就是在大概2020年吧，被拍成电视剧、电影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吧。但总之就是这部剧，然后会看这部剧是因为前几天在在逛在晃的时候，在日本逛街，在晃来晃去的时候，在医用里面，然后就看到了那个电影院，电影院就有展示很多最近在播放的电影，最近在轮播中的电影，那就看到了有一部，就看到了这一部教场，然后特别有印象，因为最近看 Netflix 的时候，最近打开 Netflix 的时候，就是会看到教场这个影片的推荐，就想说，诶，原来它有电影，然后特别有印象，其实就是因为它的封面就是木村拓哉的脸，对，然后以及他的那个，我记得他的那个影片的缩图，对，就是那个缩图，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反正就是叫他的那个，应该就是缩图吧。那个缩图，就是写了“教场”2个字，所以看了我自己觉得特别有印象。然后配上那个木村拓哉的脸，然后一头白头发，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是，就是记忆非常深刻。所以我在电影院看到这部剧的时候，就很有印象，就是哦，这个就是我之前在 Netflix 上有看过的一个影片，但我没有看，我只是看到他有推荐给我，但我就其实没什么兴趣，就是兴致缺缺。一方面是为什么，就不知道他在演什么，就好像没什么不怎么有趣，对。然后对，不过我这几天看了一下，觉得哇哦，其实还蛮有趣的，就会让我自己不知不觉的想要一集一集的往下看，这样子。对啊，那它主要就是讲了很多在呃日本的警察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那会发生这些事情，我也是觉得很不可思议。一边看一边惊呼着想说：“这边是日本的警察学校，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就觉得很不可思议，觉得非常神奇。就对，不讲不揭露太多，因为我觉得就是讲下去会有跟剧情有关的东西。对啊，那总之就是推荐给大家看看，有兴趣的话。那嗯，看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日本的警察学校跟台湾的好像不太一样，就是其实我以前完全没有想过这种事情。正常来说，应该也不会有人特别去想，除非是当警察或干嘛的，我在猜。那我自己记得的是，台湾的警察是要有2种，一种不是，好像不是这样说，就是如果想成为警察的话，好像是有2种管道，一种是去读警专，然后读警专的话，只要2年就可以去当警察，然后另外一种是警大，就是警察大学，但那个警察大学是要2个都要考试，但那个警察大学的话，就有点像是就是大学。那个警察大学，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像是要当警官那种的，可能就是要警大毕业后才有这种机会，可以去当比较高阶的警官或之类的。但细节我不确定，因为我不是那一方面的人。嗯，那我记得我自己比较印象的应该是，好像有一些我高中的同学是毕业之后就去
警专或是警大，然后之类的吧。对，那就是在当警察。嗯，然后我自己好像没有考虑过要当警察这件事情。嗯，不知道为什么，就就没有特别想过。不过好像有印象，就是当警察的生活是蛮辛苦的，就是在警专。对，那在这件事情，我在看那个教场 Q 这部日剧的时候，就有窥见日本他们的警察的训练的一些作息，好像真的蛮辛苦的。就是看了是觉得蛮辛苦的，但其实不太确定实际上是多辛苦。所以其实我刚刚有自己去 Google 了一下，发现了他们其实在各个各个县市有自己在招募的网站。那他们招募的网站就会去分享他们在警察学校的一天。那我觉得我等一下来分享一下他们的一天是怎么样的生活。那我觉得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是，就是我记得是台湾当警察的话，好像是要就像刚刚说的，要去警大或是警专去受训上课。然后想象中就是会去某个统一在一个地方上课或是读书这样，但日本的好像不太一样，日本好像是各个县市自己去做呃做招募，去做训练培训这样，对，就蛮有趣的。但他们应该是中央会有一个该怎么说呢？有一个比较大的规范，但可能细项就是由各个县市自己再去调整或干嘛的，就是比较没有像台湾一定要去，就是一定会集中在警大或是警专这样。但我也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会不会其实对，不太确定，对吧？但我研究下来，日本这个是我蛮确定的，就是它是各个都道府县会不同的县市会自己有自己的录取或是采用的一些条件吧，或是状况。对，那像我刚刚就看了两个，其实我看了蛮多的，但我特别找到了是九州大分县的一个警察学校的生活，他要把他一整天的 schedule 都列出来。然后另外一个是大阪府的警察，他也有把他的一整天都列出来，并且他还附上了一些照片，觉得蛮有趣的。那我们先来分享哪一个？基本上大致上都差不多。那我就用这个大分县的警察学校的生活来分享好了。那他的一整天是从6点半起床，6点半，这个不可思议，我都不知道我上次6点半起床是什么时候。然后接下来是6点40分会点名。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住校，住了半年吧。那个是因为要考大学的考试前，我想说住在学校比较专心。事实证明好像没有，就是我考完的分数好像也没特别好。对啊，不过就是那时候也是住在学校，好像也有类似这种事情，就是你要起床，然后好像有点名吧，然后你也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去做学校规定你要做的事情。我记得是起床、点名，然后洗漱，就是你要去刷牙洗脸，要不要整理床单，我有点忘记了，那没什么印象诶。对，总之那时候和另外3个同学住在一起。对，那我们先回到那个一整天的警察学校的生活，日本警察学校的生活。刚刚讲到6点40会有点名，那点完名之后，接下来下一个就是7点的打扫。然后我其实不太确定这个打扫是打扫哪里，对。然后
总之就是6:40，隔了20分钟后有个打扫，点名要点20分钟，也是蛮久的。对，如果可以拿来睡觉有多好？哎呀，不知道哎。然后接下来是7点打扫，然后7:20是早餐，然后8:30隔了1个小时10分钟是升旗典礼吧，就是有点早会的感觉。这个 OK，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那个大阪的，因为我仔细看一下，他们是有图片的，所以我可以知道比较明确地知道大阪的警察到底在巡查学校到底是在做什么。对，8点半是朝会吧，就是早上会集合或干嘛的，然后9点是授课，就是开始上课，9点，然后到11:50会开始吃午餐，然后还有午休时间，他们的午休时间只有1个小时，到12:50，然后就开始上课。那12:50开始上课之后，到下午的5:15又是打扫时间。那打扫时间有45分钟到6点，6点的话是晚餐，晚餐只有半个小时。它的晚餐时间是6点到6点半，我不太确定诶，因为他写6点半开始是洗澡，然后自由活动。接下来是10点，10点是门禁的样子，不太确定他那个门禁是进在宿舍内，还是进在校外，还是干嘛？这个不太确定。对，但总之有一个10点的门禁，然后10点半又有一次点名，可能是要确保说你有回到宿舍或干嘛的。然后11点是关灯就寝。对，总之就是一整天蛮漫长的。11点开始睡，然后可以睡到6点半，这样可以睡多久？7个半小时。哇，这个这不知道算不算多诶，但总之对我来说好像不太够。对，就尤其那种可能会失眠的人，或是不太容易入睡的人，可能睡眠时间不太够。好啊，那这边就是这个大分县的警察学校的生活。那他这个警察学校的生活，它的这个更新的日期啊，是在2022年的2月28号，所以不确定4年后的现在有没有改。好，那我们现在换另外一个，我们换那个大阪府的警察的一整天，这个警察学校的一整天会怎么样度过？那他这个就有图片了，所以我比较能明确的知道说就是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我看到的是6点半他们会起床，跟原本那个大分县的是一样的。然后他们起床之后，那个照片是从大楼里面跑出跑出大楼，然后到操场的样子。然后6:40是点名，然后可能做一些踏步的动作吧。然后他们是排列的很整齐，就是在那个照片里面。然后我看了一下，他们是点名完毕之后，会做一些暖身动作，暖身的运动。然后大概是跑步2公里，哇哦，一早就跑步2公里。然后主要就是让那个疲倦感或是一些困意去消失掉，真是可怕。对，我来看一下那个大分县的，就是直接写点名，他没有写太多细节的东西。好，那接下来7点的话，一样都是就是吃早餐。不过这边的话，他们大盘的这个文件上写的比较，嗯，没有列点列这么，没有把那个时间线用这么的仔细。总之，他们写的时间是7点到8:25，会洗脸啊、洗漱吧，然后吃早餐、打扫，总有一个快1个半小时的时间。那基本上跟那个大分县的时间轴是差不多的。8:45到9点有一个上课的准备，这个不太确定。但总之他们可能会做一些，我也不知道欸，就是上课的准备。可能不太确定，不太确定细节会做什么。对，然后9点到9:20会做那个，哇，
这个叫什么？晨会，对，哦。但这个部分开始就跟大分县的警察学校就有点不太一样。但总之9点会开始做晨会。我就在想，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有做晨会，好像也有，就是早上的时候好像不知道是礼拜几还干嘛的，然后总之是全校的学生会到操场集合，然后听校长讲话。始终不知道反正就是要整队啊，然后感觉跟这些警察学校蛮像的，就是排排站好，然后怎么检查服装仪容或干嘛，然后听校长啊，听一些学务主任讲话，然后做精神答数之类的，不知道，就觉得很神奇。那时候到底讲了什么，听了什么都不太清楚，每次都在想，我好像都在发呆吧。对，我记得我都在发呆。总之就是我高中也有过一些高国中吧，国中和高中，因为我读同一所学校，就是我的学校国中和高中生涯是待在同一间学校，就在那间学校待了6年，所以有蛮多事情是就是重复做了6年，没错，像什么朝会啊这样。但我们记得我们朝会应该更早一点，9点的时候应该台湾的高中生或国中生应该已经在上课。好，但总之，接下来就是9点20，那个大阪的警察学校就结束了他们的朝会。他们的朝会结束后，他们就开始上课。然后上课完之后，就到12点，12点他们就会开始吃午餐。然后他们的午休时间一样也是1个小时，然后1个小时就到1点，1点10分的时候他们会继续上课。然后看起来他们会上到5点半，然后他们有上了很多课，像是游泳啊，然后警备实施，那像是拿那个盾牌走路，或是拿那个盾牌去做一些防卫的动作，还有一些叫训练吧，就是你要警徽或是吹哨或是那个警棍。那这些东西确实是在我在那个《Q 那部日剧里面有看到的，所以看到这些影像、这些图片是格外熟悉啊。就是哦，原来真的有在做这些事情，觉得蛮有趣的。对啊，那其实还有像是柔道或剑术，或是一些急救或逮捕，那这些真的是跟那部日剧里面呈现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就看这些照片就知道，是真的是这样的，就觉得蛮有趣的。那剑道的话，我记得那个小说好像不是那个连日剧好像没有特别去演到这么多跟剑道相关，只有看到木村拓哉一直在练剑道。对，那对啊，总之就是有一些很多有的没的课程，然后5点半的时候就是5点半到9点15分是自由时间，蛮长的，反正应该是有一些就包含吃饭啊或洗澡，就可以让自己安排一下，还不错，算是蛮自由的吧。就是他的那个影片啊，他的那个图片就是拍了很多，像是有人在夜跑，就是夜间训练，或是去那个健身房健身，或是聊天或干嘛。然后他还有一个备注写说，大家会一起吃晚餐，然后放松的和同学、学长姐、学弟妹聊天，然后讨论当天发生的事情，然后未来的梦想、担忧以及其他各种事情，觉得蛮有趣的。嗯，对，就是他的那个日文真的是这样写。对，不知道我要念出来吗？有点害羞。什么将来の夢，还有什么様々の話をしながら，对，有的没的，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看一下。然后以及他有放了一个他很大的浴场的照片，对，就跟那个动画一模一样，对吧？对，就那个大浴场这种。然后，总之9点15分到9点半是他们房间自己的清扫，然后清扫完之后要再点。对，那总之他们10点到11点有一个 meeting group，就是反正你可以自己自习，或者在自己跟可能室友去聊天，或者是讨论一些事情或干嘛，I don't know。然后也是一样到11点就睡觉。那总之全部看起来的话，就以这两个县市来看，
一个是大分县，一个是大阪府，然后都是6点半开始新的一天，然后晚上11点睡觉。蛮有趣的。对，听完这个分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对，总之我感觉我自己高中好像类似也过这样的生活，半个月吧，半年吧，就是住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时间上会被管制的蛮紧的。然后，对啊，好像也不能用手机吧，我有点忘记了。但我刚刚有查了一下，就是那个警视厅，日本的警视厅有有做一些那个说明，就是说可不可以用手机或干嘛？看起来是平日晚上，在警察学校的平日晚上或是假日是可以使用的。然后我看《Q 那部剧的时候，好像没特别看到这一个部分。总之，对，就大家好像只要一进到学校，手机就是被没收的，就是被集中保管这样子。对啊，嗯，总之就是，我看完这部剧做的一些特别的研究吧，还研究了什么？对啊，就研究了一下说日本的警察的一些训练的制度吧，还有他们的原来是跟台湾不太一样，就是台湾是比较像是中央会自己去培训这些警察，然后再去分派到各个地方。但就我的理解，日本好像是各个都道县府会自己招募想要来当警察的人，然后在自己的都道县府去做警察的训练，然后才会分发到就是那个自己的都道县府。那后续他们会再怎么去分派，我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对，但蛮有趣的，没错。那这应该就是我今天的分享。那也蛮好奇的，我的听众有没有警察呢？如果有的话，就是也看看你要不要分享看看，就是你在警察学校生活的过程是怎么样？是不是跟我刚刚那样说的有点类似吗？就是可能一天的时间都被定的蛮紧凑的，蛮固定的，然后要很早起床，并且算是很早睡嘛，就是11点多睡，应该算是有点晚了吧，不太确定。对对啊，那总之，这就是我今天的 podcast。那希望大家今天有学到一些中文，拜拜。